大家好，又到了每周的全球军事资讯时间了。大兵总结一下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各国援助乌克兰最新消息：俄罗斯撤离赫尔松居民，乌克兰防空警报再起，俄罗斯一军火库爆炸，德国可能援助乌克兰豹2主战坦克，美国与北约预备核演习，北约14个成员国与芬兰拟建立全欧防空系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根据德国《明镜周刊》在10月10号报道，德国提出了一份向乌克兰援助1100万欧元的计划，里面主要是提供棉衣、帐篷等物资，用于帮助乌军过冬。具体分为10万套棉被和冬装、100套保暖帐篷、数百套可以移动的发电机和大量的食品。另外，在10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2022年度会议上说道，乌克兰每月至少需要3040亿美元的外部援助，以此满足包括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以及能源成本等一系列基本经济需求。截止到现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向乌克兰援助了超过350亿美元的经济资金。目前呢，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发展，已经造成了乌克兰严重的经济困难。在今年的8月19号，乌副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向外表示，乌克兰国内的生产总值到年底将降低35%到40%，其国内正在向西部地区转移企业，现已经有700多家企业搬迁到了西部。此前，乌国家银行曾向外声称，预计2022年国内的通胀率将会上升到31%，国内生产总值将会下降1/3左右，其经济预计会在2023年恢复增长。此外，在8月30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向法国企业运动组织表示，目前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很难计算乌克兰经济重建所需要的资金。根据此前的一项统计显示，乌克兰因战争蒙受的损失已经高达6000至8000亿美元，之后呢，这个数据只会更高。另外，在10月14号，白宫官网向外发布了总统拜登签署的备忘录，再次为乌克兰提供7.25亿美元的最新军事援助，里面包含了弹药、车辆、国防物资以及军事教育和培训等等。武器部分为200辆悍马装甲版越野车、500发神剑精确制导炮弹、5000件反坦克武器、5000枚远程反装甲地雷、23000发155毫米炮弹以及海马斯弹药和反雷达导弹。这部分援助呢，将在未来几天内运往乌克兰。而自从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已经超过了175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14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德国援助的首套 IRIS-T 防空系统已经在乌南部服役。就在本月13号，由于赫尔松区域持续遭到乌军的猛烈炮击，俄方任命的赫尔松州代理州长呼吁当地居民撤离，并请求俄罗斯政府给予帮助。俄副总理胡斯努林在当日随即回应，同意协助赫尔松居民撤离，预计在14号开始陆续抵达俄罗斯其他地区。此外，路透社对此评论道，从赫尔松州撤离平民是俄军方面的重大失败。虽然赫尔松州副州长斯特雷穆索夫直接否认了撤离这一说法，声称只是命令当地的政府协助赫尔松州居民前往俄境内暂时停留和休息。但是根据卫报的报道，英国情报部门分析后认为，俄军在10月初往赫尔松北部撤退了19公里，这一举动根本上符合上述的说法。就在10月13号，根据乌克兰内地媒体报道和官员的消息，乌克兰全境在当天下午再次启动了防空警报，声称利沃夫州一处军事设施遭遇俄军导弹打击。到了当天晚上，基辅市、敖德萨州等再次响起了防空警报。乌军向外宣称，乌防空部队当天拦截了5枚俄军的口径巡航导弹。同一天，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州长向外表示，别尔格罗德市再次遭到乌军打击，火箭弹碎片击中了当地一栋居民楼，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消息。另外，乌军的炮弹还击中了位于该州的一座俄军弹药库，并引发了爆炸。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在13号向外宣称，乌空军在当天对俄军人员和装备聚集点以及防空导弹系统发动了19次空中打击，一共击落了8架俄军无人机，而且在过去的一天内，在顿涅茨克地区的马林卡等多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此前，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向外表示，
俄军在前线仍有着炮兵和坦克的优势。目前乌克兰前线局势极为复杂，所以不仅强化乌军炮兵和坦克的问题十分急迫，建立一体化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也极为重要。对此，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向外表示，北约完成了至少268辆豹式坦克的升级改造，随时能够军援乌克兰。美国对此也表示，国内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北约标准坦克，以此替代乌军老式的苏制坦克。德国军事专家古斯塔夫·格雷塞尔向外表示，目前正是在军援方面再迈出一步，为乌克兰提供豹2主战坦克。与此同时，欧洲装备与储存的豹2坦克已经超过了2000辆，也可以提供给乌军一个坦克旅的装备，也就是大约90辆豹2坦克。格雷塞尔认为，可以先援助封存的豹式坦克，进行升级改造后援助给乌克兰，或者是援助储备数量众多的豹1坦克。此前，德国共计生产了超过4000辆豹1和豹2坦克，里面很大一部分呢都是处于封存状态。此外，英国国防部认为，现今乌军一半的坦克都是来自俄军。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已经缴获了至少420多辆俄军坦克，以及近700辆的俄军装甲车辆。在之后的冬季战争，乌军呢大概率会对赫尔松区域发动大规模反攻，急需北约援助各式坦克，否则只是依靠少数的俄式坦克和装甲车，很难攻破俄军精锐部队的坚固阵地。目前在赫尔松战线上，乌军已经集结了第17坦克旅、第24、28机步旅、第57、59摩步旅、山地第128旅、海军陆战队第35旅以及第46空突旅、第61列兵旅以及国土防御第126、129旅等14个旅级部队，而且在英国受训的第2批乌军1万多人也已经返回。在兵力上，乌军已经做足了准备。不过呢，仅只是这些想要发动反攻，还欠缺足够的炮兵和坦克力量。现在，乌军正在持续轰击新卡霍夫卡桥梁，俄罗斯方面已经开始撤离赫尔松的居民，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根据塔斯社的报道，北约在14号的一份声明中宣称，将在今年10月17到30号期间举行年度例行的核威慑力量演习。在10月13号当天，北约举行了国防部长会议和一个秘密的核计划小组闭门讨论会议。在这些会议开始之前，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曾向外表示，肯定了美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承诺。此时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近8个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再发出核威胁之际，奥斯汀说道：“我们将捍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如果以及当时走到了那一步，美国将继续带领北约盟国向乌克兰持续援助先进的武器和弹药，以此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目前，北约对俄罗斯的动向依然保持警惕。根据北约官网上发布的消息，将该演习称为一项例行的训练活动，并在声明中强调，演习与目前的任何世界事件都没有联系。声明还称，演习过程中将会有14个国家超过60架各类型飞机参与。与此前一样，美军的 B-52轰炸机也将参加。今年参演飞机将从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米诺特空军基地起飞，训练区域定在主办国比利时的上空，以及北海和英国上空进行。演习中将不使用实弹。而有意思的是，该区域距离俄罗斯仅有1000多公里。北约的核演习的名称为坚定的中午，每年都会在同一时间举行，时间呢大概1周左右。期间涉及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常规喷气飞机、监视和加油飞机也时常参加。目前根据北约外交官的说法，俄罗斯很快将举行自己的核演习，大概率会与北约同时或者之后举行。就在10月13号，随着为期2天的北约防长会的结束，根据法新社当天的报道，北约14个欧洲成员国在芬兰在北约总部签署了一份关于组建全欧防空系统的意向书，其中签署意向书的国家有德国、英国、捷克、挪威、荷兰、芬兰、比利时、匈牙利、立陶宛、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斯洛文尼亚。上述15国之中，除了爱沙尼亚之外的14个国家还签署了一份联合采购剑3和爱国者等防空系统的意向书。此外，德国防长兰布雷希特在13号向外宣称，欧洲多国组建防空系统可以有效地汇集资源，从而形成在政治、财政以及技术方面的协同效应，以此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营成本，对每个参与的国家来说都会是双赢。不过，虽然这次北约防
防长会主要讨论如何进一步军援乌克兰，但这次用于构建防空系统所采购的装备并不会移交给乌克兰。虽然采购的防空系统不会给，但是北约秘书长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将再次援助乌克兰包括反无人机装备和4套美制的鹰式地对空导弹在内的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北约还会继续增派人员以及共享情报等方式，加强对彼此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总结来说呢，在上述大兵讲的这些新援助到达乌克兰后，乌军在赫尔松战线上的胜率将会再次上升，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能从俄军手上收复赫尔松地区了。